半个时辰后，顾老六和大娘回来了。爹，大娘，你们回来啦！大娘，我刚才好奇打开你家院子的木板，发现地下的水缸里有2缸水。长安特别的开心的跟他们说，像是发现了神奇宝贝一样，演的那叫一个逼真。大娘震惊的看向长安掀开木板的地方，真的是满满2大缸水啊！她跪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她不是激动的哭，而是在哭死去的儿女，在哭死去的丈夫。如果她的孩子和丈夫也回来了，该有多好！父女俩没有打扰她，而是悄悄出了院子，在院子外等了好一会儿才进去。这时大娘已经没有哭了，她站起来擦干眼泪，有些不太好意思地说道：让你们见笑了。没事儿，大娘，你隔壁那家倒了的房子家里的水缸也是满的。这会儿大娘听到后是欣喜的，她连忙跑出去通知大家来家里接水。她没有挨家挨户的去通知，只是告诉了最近的2家，然后由那2家人去跟大家说。2刻钟后，大娘的院子里就来了5、60人，他们没有水桶，只有水囊和竹筒，把所有人手里装水的东西都装满，1个大缸的水都没装完，还剩下1/3。长安看没有拎不清的人，而且那种死气沉沉的气息并没有因为有水而改变。想想也知道是为什么，有水也不多，又没有粮食，可能这些人里最乐观的还是大娘，最起码他们暂时喝的水有了。长安通过背篓的遮掩，从空间里拿出20个馒头给大娘，在大娘2眼泪汪汪的目送下离开。其实他们并没有走多远，只是离开了这个村子，停留在了一处高地的背面。文女儿，你之前晚上给他们送粮食啊？顾老六啃着手里的西红柿，说话有些模糊不清。长安只觉得没眼看，心里再次叹息，还好他机灵，向那个谁讨要了个空间，要不然这吃货谁养得起呀？逃荒路上除了有长乐跟着的那段时间，他嘴巴停过，等大家都分开了，这老六爹又开始吃个不停，胃就像是连接了外太空一样，像是怎么吃都吃不饱。更庆幸空间里的2个冰箱有再生功能，能供应得上他吃。长安悠悠地吃了包辣条。晚上咱们去积德行善，你给我望风。等到月上中天，一大一小一骡子进了村子里，父女俩分工合作，顾老六去点人家的睡穴，长安给每家每户的水缸装满水，大娘家那被装走2/3的水缸也给补满了，每户人家给留了一袋100斤装的陈米，20个馒头和30个烧饼，白面每家30斤，全部都放在了各家的灶房里。他们一路走来吃的都是新米，只有给了小木20斤陈米。这次空间里的陈米一次性清空了，馒头和烧饼也全都送了出去。送完最后一家，父女俩带着骡子离开了村子，回到下午休息的地方休息一晚，明天再走。晨曦徐徐拉开了帷幕，村子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哭声，那是喜极而泣。长安给他们的水和粮食，给他们带去了重新活下去的希望，绝望麻木的神情也变得鲜活起来。大娘想到了昨天的长安父女俩，心里隐约有了猜想。她把这呼之欲出的答案藏在心里，谁也没有告诉，怕给他们带去麻烦。在往后的年岁里，大娘在有生之年给长安和顾老六立了长生牌，供奉在家里，祈求恩人长命百岁，福寿安康。当然这都是后话了。此时长安和顾老六迎着朝阳，踏上了独属于他们的归途。为了以防万一，长安拿了50斤大米出来让骡子背着，拆了箱早餐面包，把外包装全部拆掉，装进干净的布兜里，放进背篓里。爹，要不就找城镇去买个车厢。长安觉得没有车厢特不方便，都不好作弊了。顾老六想想，确实是需要有个车厢更方便。然后父女俩找了大半天才找到官道。路上没有人烟，非常的荒凉。他们走了2天才找到一座小县城，
土木结构的城墙，城门大开，没有守城的士兵。走进城里，街边许多铺子都关着门，街上人也不多，个个面黄肌瘦，风尘仆仆的样子。小兄弟，请问马车行是在哪个方向？前方路口往左行。长安和顾老六顺着少年指路的方向走去，左行的最后一家就是车马行。车行的掌柜是个60多岁的老大爷，里面没有新车厢，卖的都是些旧的，而且只有5辆。车厢都在这里了，都是旧的，便宜卖给你们了。这城里为何人这么少？都去别的地方安家了。掌柜怎么没有离开呢？黄土都埋到脖子上了，在哪儿生活都一样，不想折腾。掌柜的，这个车厢多少银钱？给个4两就行。父女俩对视一眼，这么便宜？老大爷随后解释了一句：这些车厢我收回来，也没花多少银钱，4两卖给你们没有亏。卖完这几个，我就要关门了。既然老大爷说他没卖亏，顾老六也没有什么犹豫的付了银钱，把车厢拉出铺子，解下骡子身上背着的东西，给他套上车厢。长安也爬上车，顾老六就驾着骡车离开了。自从买了车厢，长安就天天躲车厢里，在空间里做饭吃。他们走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样子，在路上碰见了越来越多的难民。一问之下，好家伙，大多都是从南方跑出来的。顾老六赶着骡车混进这些难民中，显得有些突兀。看看人家个个灰头土脸的，再看看他们干干净净，完全不像是逃难的。有人就好奇问顾老六：兄台是从什么地儿来？从京城出来的。问他的人驾的是一辆驴车，比起走路的那些人又要干净整洁些。他带着的是他的老爹老娘，腰间别着一把大刀。确认过眼神，是个会武功的人。晌午停下来休息的时候，那位大哥也停在他们旁边，并自我介绍了一番。我叫林福成，南唐军人，不知兄台如何称呼？我姓顾，在家排行老六，林兄弟叫我顾老六就成。顾老六在地上铺上草席，抽空回了一下自来熟的大兄弟。长安从车厢里端出早已准备好的午餐，30个蒸饺，5个鸡蛋饼，现在只有淡淡的余温，香味早就散完了。然后他又回到车厢里，拿出一小陶罐咸菜。父女俩已经开吃，隔壁林兄弟的娘才刚把米放进锅里，当然别人家也是这样。大家都好奇地看了过来，看了眼他们的吃食，只以为是之前就准备好的干粮，便没再多关注了。长安只吃了1个鸡蛋饼，3个蒸饺，其余的都被顾老六消灭干净。在大家都吃午饭的时候，前方人群里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。你们这些禽兽，我家大丫才12岁，你们怎么忍心把她卖给一个30多岁的老官夫？景大壮，你这个懦夫，你连自己女儿都保护不了，你不配当大丫的爹。大丫被他娘紧紧地抱在怀里，大丫娘的手上还拿着一把菜刀。老官夫伸手就要去拽大丫，他红着眼就往老官夫身上砍。老官夫连连后退，看大丫娘疯狂的样子，他这娘子是带不回去了，还是保命要紧。他阴沉着满脸横肉的脸，小眼微眯，冷沉地跟景老太婆说：把粮食和银钱还给我，这门亲我不结了。景老太婆可不愿意把到手的粮食和银钱退回去，不过看大丫娘这疯狂的样子，她也怕被砍，最后把二房与大丫同年岁的二丫推出去顶替。二丫娘没有大丫娘硬气，而且她还是个重男轻女特别严重的人，她生了3个女儿，第4个孩子才是儿子。在她看来，二丫能够换30斤大米和1两银子，非常值。反正她也不缺女儿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她不敢反抗婆婆，因为她没有娘家做后盾。老官夫有些嫌弃地看了眼面黄肌瘦的二丫，不过这都不重要，他只是买个丫鬟回去伺候她，只要做事勤快就可以，
二丫没有反抗，跟着老官夫离开了。他知道就算他反抗也没用，他的娘亲不会像大伯娘那样护着他。长安和顾老六嘴里嚼着肉干，看林福成上蹿下跳，有趣的紧。休息的差不多，就收拾收拾上路。长安掀起车窗的帘子，看向外面。这些难民比他们一开始遇见的好太多，至少他们有粮有水有衣服。闹得最多也最欢腾的就是婆媳关系以及重男轻女的问题。一位母亲为了给儿子换肉吃，想把自家14岁的女儿卖给顾老六当田房。我看你们家就父女2个，家里也没有个女人操持家务，不方便。我这女儿勤快得很，大胸大屁股也好生养，以后能给你生个大胖小子延续香火，只要1条腊肉，你就可以把她带走。长安想，又是腊肉焖饭招来的麻烦，他们就想悠闲地逃个荒，咋就总遇到奇葩呢？被妇人推出来的少女害羞地看向顾老六，竟是没有半点不愿意的意思。这大姐她脑子有毛病是不是啊？对着个老男人她害羞个什么劲儿？虽然顾老六长得确实好看，但也是个老男人呀。你确定要把女儿卖给我爹？长安向天猛翻白眼。顾老六的目光一直都在闺女身上，看到她翻白眼，真的是可爱到了他的心巴上了。夫人坚定地点头，这家人一看就知道生活条件好，要是能跟他们结上亲，他儿子能占不少便宜。我爹简直不是人，喜欢打女人，我娘就是被他打死的。他这人一向不讲道理，媳妇儿打死了他会拿岳家出气，我外公外婆舅舅们都被他活埋了。你们要是觉得受得了他的脾气的话，可以把你的女儿卖给我爹当他第8任媳妇儿，我也认他这个娘。对，你们没听错，是第8个，每年打死1个。岳家的死了也不全是活埋，有的被打死了，有的被活活烧死，还有被扔进山里喂狼。第8个？对啊，她是要嫁给我爹，那就是我的第8个娘，你们就说换不换吧。周围的人惊恐地离他们10丈远，这是个什么变态呀？顾老六嘴角抽搐，他闺女一本正经地在败坏他的名声，但到底还是没有阻止。这好名声传出去，路上他们也能清静些。这段时间他们真的是要烦死了，经常有人上前来打扰他们。他还配合着踹了夫人的儿子一脚，然后又打了夫人的夫君2巴掌，表现的就是一个脾气暴躁还有暴力倾向的人设。少女和她娘吓得脸色苍白，连忙扶起儿子，不敢吱声的走人。这人看上去人模狗样的，没想到不干人事儿啊。还是找个正常人换肉给儿子吃吧，有肉也得有命吃啊。林家3口一副长了见识的样子，看着长安和顾老六。他们可没信长安说的话，全当他是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这顿骚操作效果还挺好的，没人敢上前打扰他们了。长安很好奇，这些人是怎么逃到这儿来的，怎么没在半路被景王抓壮丁呢？景王封地正在内斗，我们是趁乱混过来的。爹，我们先找个地方歇息。顾老六也抬头看了眼天空。闺女儿，坐好了。他话落，往骡子身上甩了一鞭子，骡车不再悠哉悠哉地走，撒丫子往前跑。还好别人都有意避开他们，不至于跑不动。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不赶快点，说不定等到下雨他们还在路上淋雨呢。林福成跟着他们跑，他感觉这父女俩像是逃荒老手，跟着跑不会错。1个时辰后，他们找到了一座荒废的破庙。这么大座庙宇竟然荒废了，香火不旺，自然就荒废了。屋顶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，长安走到门口看了眼，我去，竟然下冰雹！冬天下冰雹，他第一次见识到，像小石子一样密密集集从天空往下扔。老天爷完全不怕砸死人，而且越下个头越大。顾老六出去把骡子牵进大殿，林福成有样学样，他也怕自家驴被砸死。
长安看到冰雹都有他拳头大了，抬头看了眼屋顶，不出意外，这破庙的屋顶应该会被砸成天窗。狂风呼啸，冰雹吹进大殿，长安刚好站在门口，一个大冰雹砸到他身上，还好衣服穿得厚，不然肯定得砸成青紫。几人合力把大殿门关上。爹，我没有防雨布，在大殿里搭个棚子。他们有2匹防雨布，为了以防万一，顶棚叠了3层，4个角的支撑点就是房梁。他们有那么多的麻绳，老六爹又会轻功，上房梁不要太轻松哦。如长安预料的那样，灾年就连冰雹都是不正常的，房顶被成年男人拳头大的密集冰雹砸破，碎瓦片刷刷往下掉。他们躲进棚子里，暂时是安全的。当然，林家3口他们自己也搭了棚子，他们在大殿的另一边，大家互不干扰。大殿的门窗被狂风吹得岌岌可危，郭老六和林福成一起抬起沉重的香案，竖立起堵住大门，两边的窗户也搬起大的菩萨像堵上。林福成双手合十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佛说普度众生，你们就先普度一下我们，度过这个难关吧。无见怪，无见怪。等他在那念叨完，郭老六已经堵上了2个窗户了。外面的天黑沉沉的，等所有的窗户都堵上，大殿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长安拿出2根拜神的蜡烛点起来，没听见另一边的林福成叫嚷。他们家应该也是有照明的东西，他就没让老六爹做好事送蜡烛了。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，长安觉得有点饿，想来应该是到了晚饭时间。他的空间里堆放着有木柴，但是不好无缘无故的拿出来烧，还有另一家外人在呢。顾老六秒懂，他举着1根蜡烛走出棚子，在大殿里溜达了一圈，拆了2个小香案当柴火烧，还给了一些给林福成。长安进了空间做饭，顾老六用带回来的柴火烧起了火堆，这些要烧1晚上肯定是不够，长安从空间里丢了一些出来。空间的冰库里冻着顾老六以前打的野鸡野兔，长安做了个野鸡炖蘑菇，煮了1锅大米饭，然后炒了1盘青椒肉丝。顾老六把棚子的帘子拉上，以防香味飘出去。他们刚吃完晚饭，碗筷都还没收拾起来，大殿的门被砸得砰砰响。一打开殿门，外面是7、8个被大冰雹砸成狗的黑衣人。门里门外的人四目相对，确认过眼神是有过一面之缘的人，他们比第一次见面时更加狼狈。这俩运气真好啊，那么多人都没抓住他们。门外的一男一女心想，这难道就是神棍说的缘分？不是，这人到底是要去哪儿？按他之前走的方向应该是去北地，这他娘的怎么还走拐弯了呢？转圈玩呢。进来记得把门关上。顾老六蓦然转身回自家棚子里。大殿的左右两边被占据，刚进来的8个人就在前殿休息。他们把人家佛祖的功德箱给劈开当柴烧了，这多少有点缺德。3拨人互不干扰，外面依旧狂风大作。不过冰雹下的个头开始变小，下的也没那么密集了。长安看着自家老六爹刚吃完晚饭，又炫了个西红柿，1把香蕉干片。爹，你知道什么叫油腻大叔吗？不知道。老六嘴里还在嚼着牛肉干，实诚的摇头。他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儿。不知道没关系，等你发福肥胖满脸油光的时候，照一下镜子就能理解。闺女你放心，我会习武锻炼身体，不可能会变成那个样子，我永远是你最俊的爹。话落，他又炫了2个烤虾仁。长安说不出话来。这吃货，这连接了外太空的胃，实在是让他难以理解。没办法，这是亲爹，还能扔了不成？只能自己勤快点把冰箱里的东西往外掏，好让他多重置一些，不然赶不上老六爹吃的速度。长安铺好地铺躺下睡觉，见闺女要睡了，顾老六也停下来吃东西。
他盘腿坐在一旁，闭眼修炼内功心法。棚子里安静的落针可闻，长安放心的沉睡。在安静的环境下，一点点动静都能无限放大。不知道是不是外面那群人太过自信，竟然堂而皇之地讨论起事情来。声音虽小，但习武的人耳朵都比较灵敏，顾老六听得一清二楚。主子说的地方我们都找过了，没找到，会不会是主子的消息有误？不可能有误，消息是宫里传来的，只能是那块兵符被藏得太深，很难找到。我们现在去最后一家，如果再找不到，就只能用特殊手段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其实兵符一直都在宫里，放出的消息只是烟雾弹？你看老皇帝这荒唐的样子，他现在有这个脑子吗？就算兵符是在他手里，早就被奸臣给骗去了。我们忽略了一个人。什么人？一群人齐刷刷看向女人。女人轻咳一声，声音更轻。五皇子的外家，前将军王盛曲。盛家早在10年前就被诛了9族，连刚出生的婴儿都没放过。五皇子也在那时病逝，就算以前是在将军王手里，也在那时候被皇帝收回了，或是落到了别人手里。不对，你们忘记了，还有一个人与将军王有关系，只是因为那人被逐出家族，后来消失不见，所以诛9族的时候落了他。盛家第3子，名满京城的纨绔子弟，据说他是个断袖，盛家嫌弃他败坏盛家门风，被逐出了家族。奇的是啊，盛家3公子被逐出家族的第2个月，将军王府就出事了。所以说那盛3公子或许是盛家故意逐出去的，那块兵符说不定就在他手里。我们可以先找到那盛3公子。有他的画像吗？有人见过他年轻时长什么样子吗？算了，先去最后一家，没找着再传信给主子，主子肯定见过那盛3公子。他们的谈话全落入了顾老六的耳朵里，不过他也只当是吃了个瓜，反正与他无关。虽然不知道他们的主子是谁，但是离他们远点就对了。这群人全身上下都写着麻烦2字。躲在寺庙里的他们安全躲过了昨天的冰雹雨，在外面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躲避不及，砸死了好多人。第2天冰雹没再下，还是个大晴天。明明是冬天了，但他突然一夜又返回了夏天。这天气跟中了毒似的，他颠了。长安换上夏天的衣服，他出门时，前殿的8个人已经离开了。不过那个灵符城还跟在他们身后，体会了2人逃荒空间自由用的日子，突然身后又跟上个跟屁虫，父女俩很是不开心。可是他们又不能叫人家不许跟着，这条路也不是他们修的，人家要走，你还能弄死他不成？顾老六刻意加快了速度，企图甩掉身后的人。然而他们好像跟那一男一女黑衣人似乎特别有缘分。第3天的时候，他们又看到这俩被追杀，这次更惨，身上血呼啦啦的流，2个人都受伤了，还要带着另一个半死不活的人跑。双方再次碰面，双方相对无言。顾老六目不斜视赶着骡车从他们身边过去，而且跑得飞快，像是怕他们赖上他一样。这俩人是脑子被驴踢了吧？大白天的去干坏事儿，没被人家砍死，算他们命大。那俩人带着一个重度伤员，看着骡车一阵烟尘滚滚，从他们身边飞一样跑过去，再度无语。顾老六到了3岔路口，没多做犹豫，选了一条看上去比较顺眼的路，赶着骡子一路撒欢往前跑。一路追着他们跑的灵符城，就这么耽搁了这么一会儿。赶到3岔路口时，傻眼了，人跟丢了。他想着都是去北地，都是走的同一条路，多赶2天路应该就追上了。不知道为什么跟着顾老六心里比较踏实。可是他追呀追呀，追了1个月都没见到那父女俩的身影，倒是往北逃的难民越来越多。这是跑得有多快啊？他们不休息的吗？他完全没想到顾老六是与他们背道而驰。
不过这次顾老六确实没走错，也没往回走，方向也是北，但他们去的不是同一个地方。这老六带着闺女差点出国了，这给长安都整无语了。爹，我就想问问您了，您在山上打猎怎么不见你迷路？顾老六有些心虚的挠挠头。进山里也有迷路的时候，不过找不到下山的路时，可以飞起来看看，也不一定要按下山的路走，只要能下山到家，走哪里都可以。所以上次我们在山里走那么久，是不是被你给带迷路啦？他很怀疑这老六是瞎带路的。没有啊，你不是看到我经常飞到树顶上去辨别方向吗？这是作为爹的最后颜面，不能承认。更何况要是他们不迷路，长乐能遇见神医徒弟，小木他们能找到定居的地方。长安抹了把脸，没办法，他也对古代的路不熟悉。算了，随便走吧。他们日夜兼程来到了玄兔郡，再往东走点就出国了。真是有个老六爹，人生处处有惊喜。闺女儿，下雪了呢。雪花纷纷扬扬，下得不大，落地就化开，消失不见。这颠了的天气随机变换，他们1个月经历了春夏秋冬，现在算是到了深冬。长安从车窗伸出手，雪花落在指尖，融化成水。骡车在小雪中悠悠前行，不急不缓。不是所有的难民都会一直往北走，也有人来了玄兔郡安家。玄兔郡是边城，其实并不太安全。大业朝内乱，谁也无法保证燕国不会伺机而动，别到时候刚安家又被迫逃荒，怪折腾的。他们路过一座小城，城外有数百难民在风雪中瑟瑟发抖，等待着城门打开。顾老六没有停留，赶着骡车离开，走上了小路。看到这种城门紧闭的，都不用等，直接离开就行。这座城不愿意接收难民，不然也不会让这么多难民在外面淋雪。县令早就该安排好避难所了，然而现实却是城门紧闭，连个施粥的人都没有。这态度就很明显了，想进城没希望。前方树林里刀光剑影，厮杀的难舍难分。顾老六的骡车停在远处，想等那2拨人打完再走。他从怀里摸出长安给他的牛肉干，边吃边看，双眼晶亮的认真看他们的一招一式。老六都没打算多管闲事，像这种大型斗殴现场，一不小心就容易殃及池鱼。可他们不想管，人家也注意到了这2条鱼。秉承着路过的狗都要灭口的思想，2个重度伤员满眼杀气，联手攻向顾老六。他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，是这2个路人太倒霉，谁让他们刚好看到了这场打斗呢？为了不给主子招惹麻烦，那就只能委屈他们了。顾老六手腕一翻，藏于右手袖口的短剑脱手而出，画出一道流光，射向冲向车厢之人的胸口。只听惨叫一声，那人身子朝后倒去，当场断了生机。他接着腾空而起，狠狠地踢向迎面而来的另一人，将那人踢得倒飞出去。他原本就伤得重，加上顾老六这一重击，倒在地上呕血不止，一时竟爬不起来。顾老六从另一人胸口拔出短剑，不慌不忙地给正在呕血的悬疑人补了一剑，送他去见了他太奶。2个悬疑人到死都没想到，他们会被一个不起眼的路人给干掉。顾老六清理干净短剑，收回衣袖里，悠闲地回到骡车上。刚才连杀2人的人像不是他一样，他有些担心长安。闺女别怕，爹马上带你离开这里。爹别担心，我不怕。他们在夜幕低垂时来到一个小镇，顾老六找了一间看上去还不错的客栈。哎，客官，您几位啊？打尖儿还是住店啊？2位，住店，开2间上房。顾老六给了小二1两银子。给骡子喂上好的草料，照顾好它。哎，好嘞，住店2位，2间上房。
在本客栈住宿，可先住后账。请问需要给客官准备晚膳吗？可以，给我们准备2人份的晚膳，再送2桶热水到房里来。爹就在隔壁，有事就大喊。等顾老六回了隔壁房间，长安反拴上门。他没有用小二送上来的热水，这么冷的天，在外面洗澡他没那勇气。他进空间舒舒服服地泡了个热水澡，想着掌柜的准备的2个人的晚膳应该是正常分量，而他的老六爹有个不正常的胃，肯定会吃不饱。长安从冰箱里拿了30个饺子出来上锅蒸，没解冻，多蒸会儿好了。他没有守着，蒸上饺子就出了空间。1刻钟后，掌柜的亲自把晚膳送了过来。小二跟着一起上楼来，把房间里沐浴过的水抬出去倒掉。掌柜端上来的晚膳是2海碗鸡蛋面和1碗腌萝卜。您2位请慢用啊，有事儿就到楼下找我。他出去的时候也顺带帮忙关上了门。长安看着这满满1海碗的面条，上面还握着2个煎鸡蛋，实在是太实在了。他吃了个鸡蛋，几口面条，剩下的都给了老六爹。长安撑着下巴看老六爹吃面，别看他吃东西斯文优雅，速度其实一点都不慢。他好像不管吃什么东西都不会发出声音。爹，吃饱了吗？顾老六放下第2个空碗，认真地摸摸肚子。还能再吃点儿。他话音刚落，长安就把蒸饺从空间里拿出来，热腾腾的猪肉白菜馅的饺子。闻到香味，顾老六笑眯了眼。他都有半个月没吃饺子了，正好解馋。顾老六正炫蒸饺的时候，门外传来声音：掌柜的，今天傍晚时，在我们之前可有人来祝爹？有，是一对父女。他不知道这俩人为啥要打听这个，不过他也瞒不了。那对父女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进店的，他们一打听就知道。掌柜在一旁陪着小心，心里想着希望那对父女不是他们要找的人。这俩人毫不收敛的冰冷杀气，一看就不好惹。父女俩长得特别好看，女儿软软糯糯的像个糯米团子，父亲俊美非凡，不过过于瘦弱，应该是个文弱书生。房间里，长安与老六爹对视一眼，还没吃完的蒸饺收回空间里，窗户打开通风。果然没一会儿，房门就被敲响，顾老六1秒入戏，一副柔弱到不能自理的样子。长安的外表本来就具有欺骗性，天然的无辜懵懂，完全不用演。他们可以不用装，但是相比起以后一路上都被追杀的麻烦，暂时装一下倒也无妨。房门打开，敲门的是2个穿玄衣的人。顾老六了然，这是发现了他们的人被第三方的人干掉了，正在找凶手。玄衣人也很谨慎，并没有因为父女俩的外表就放弃怀疑。你们下午路过前方树林里，可有看到什么人？有，我们路过的时候地上倒了好多人，血都染红了土地，我闺女都吓哭了。顾老六眼里适时地表现出害怕和惊惧，脸色都苍白了几分。有没有看到活人？没有。这问的什么蠢问题啊！2个玄衣人盯着他看了许久才离开。顾老六凤眸微眯，他有个大胆的想法，得跟闺女商量一下。关上房门，父女俩头碰头。闺女儿，以后我们安家得花不少银子，不如去劫富济贫一下。你想怎么个劫富济贫法？刚才那2人的主家应该有钱，不然怎么能养得起身手这么好的护卫呢？那也得知道他们是哪家的。这个你放心，爹去打听，你就说干不干吧。干，这比摆摊卖烧烤赚得快。爷俩笑容逐渐变态，看那些人就不是好人，能培养出连路人都要杀的护卫，他们家的主家也不是啥好鸟。他们发点小财没毛病。顾老六把没吃完的蒸饺吃完，2刻钟后，小二上来了，收拾面碗。
他状似无意地问小二：哎，小哥，那2个嫌疑人每间客房都去敲门，你们不怕他们打扰到客人吗？哎，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，咱惹不起啊。啊？怎么说啊？他们是郡守府的人，这民不与官斗。再者，现在天下大乱，郡守也想自立为王，咱还生活在人家的地盘上呢，就算有意见，也得憋着呀。谢谢小二哥。顾老六给了他10个铜板做赏钱，小二不客气地收了起来，点头哈腰地说道：哎，客官还想问什么？只要小的知道，定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啊，你先去忙吧，我有事会找你。哎，好嘞。小二甩了一下手上的抹布，端上碗筷就离开了。长安若有所思地摸摸下巴，这个郡守家里应该挺有钱的，咱们干完这一票可以直接躺平。到时候可以多买2头牛耕地，再多买7、8亩田地，还有余钱请长工。顾老六蹲在椅子上规划未来，越想越美。这郡守府还真是非去抢一波不可了，这是他发家致富的重要渠道。出息，有钱你可以多娶几个媳妇儿，给你生10个8个孩子。长安摸摸老六狗头，不介意自己多几个后娘，反正也没有女人能打得过他。顾老六突然跳起来，不可置信地看着长安：你是想把我卖了？我是你亲爹，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？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，为什么要给别的女人花呢？还生10个8个，那我还有好日子过吗？我本来可以活得轻轻松松的，就因为多娶了几个女人，多生了几个崽子，我就要奋发图强，累得跟狗一样赚钱养他们。这亏本的买卖，我傻了才干。长安满脸问号，果然是老六，脑回路与众不同啊！不娶就不娶呗，你开心就好。你以后可不能有这么危险的想法，小心你娘半夜来找你，揍你个不孝女。长安翻了个白眼，他娘要是能半夜找来，吓到的一定不是他。晚上下了一场大雪，外面银装素裹，把罪恶都掩盖在了洁白之下，变得纯洁无瑕。长安和顾老六在小镇上多住了2天，打听到了郡守府在哪里，对郡守也有了大概的了解。总结就是一个60岁的坏老头不服老，野心勃勃，想争天下。政权还没建起，就开始行天子之事，涨赋税，重徭役，还效仿皇帝大肆选秀。合着这扯淡的世界就没一个好的了是吧？这天道是想救世还是想灭世？人口本来就不多，这天灾人祸一条龙服务搞下去，就算世界不崩，也是满目疮痍。艳阳高照，顾老六退房，带着长安离开了小镇。冬天的太阳好像没有温度似的，外面太冷，长安干脆进空间做吃食，多做点牛肉干和烤虾仁儿，老六爹爱吃。大冷天的喝点红糖姜茶暖暖胃。红糖囤的不多，就只有3斤，还好是放在冰箱里的，拿了可再生，不然糖都没得吃。拿了个保温杯，外面缠上粗布，泡好的红糖姜茶倒进保温杯里给老六爹。顾老六对于长安时不时拿出些新奇的东西已经相当淡定了，把装聋作哑发挥到了极致。神仙的事儿少打听。长安在空间里忙活做酸菜鱼吃，还好有现成的调料，不然要他现做调料，这酸菜鱼估计是吃不成。郡守府是在玄兔郡最大的凌云县，有300里路要走，就他们这速度还得走个3、4天。爷俩逃荒，逃着逃着就逃蒙圈了。本来主业是逃荒，没想到最后把主业干成了副业。他们现在还想跨界抢了郡守府，发家致富不是梦。雪地里一只大灰兔蹦蹦跳跳从山上下来，正好与顾老六四目相对。大灰兔一惊，2只耳朵绷得笔直，转身就想逃。可能是他太慌张，没蹦跶多远就撞到树上，撞晕了。顾老六停下车过去捡起来，提着兔子掂了掂，有4、5斤的样子。他没想要打这只兔子的，
大冷天的不想收拾，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自己撞晕了。有现成的肉不捡白不捡，正好也该吃午饭了，他找了个地方把血清理干净，向车厢里喊了声闺女儿。长安从空间里出来，顺便带出了2个折叠小凳子。大冷天的也不适合坐在地上，有凳子当然不能少了桌子，刚好空间里有个他前世用过的床上用折叠电脑桌，摆放好桌子凳子，摆上碗筷和饭菜。饭菜一出，顾老六把手上提着的兔子扔地上。兔子哪有吃饭重要？兔子在他们吃饭时醒了过来，摇摇晃晃站起来想跑，长安团了个雪球砸过去，本来就不太清醒的兔子又晕趴下去了。吃过饭，顾老六洗好碗筷，就着手收拾兔子。长安想着晚上做个麻辣兔吃吧。喂过骡子，收拾好东西，他们没有多做停留。虽然现在没有寒灾时冷得要人命，但在外面也不好休息就是。晃晃悠悠又是2天过去，父女俩路过一处荒郊野外的茶棚，一名穿着单薄、脸都冻成青紫的女子跪在地上卖身葬父。茶棚里三三两两的客人，没有人多看一眼。这女子卖身葬父，为何要在这荒郊野外？去镇上不行吗？去城里不行吗？而且看上去也不像是葬不起去世父亲的人。女子长相甜美，肌肤白皙，不像是穷苦人家能养出来的。你卖身葬父好歹也装像一点啊，披麻戴孝都不懂吗？傻子都看得出来这女子有问题，只要不是色令智昏的人都不会上前。只是不知她这是为哪般呢？老六赶着骡车经过，没有停留。按他的脑回路来想，那名女子的爹死了，关他啥事儿啊？又不是他杀的，干嘛要买他，还得出钱帮他埋爹？他也很穷的好吧？女子很失望，好不容易看到个年轻俊美的男人路过，他竟然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就跟瞎了一样。他都在这儿跪了好几天了。爹，那个卖身葬父的你怎么看？坐在骡车上看呢，我停都没停。溜啊！爹，你死的时候记得给我多留点银子，不然我可能也要卖身葬父。放心，要是家里没银子，我会先给自己挖好坑，到时候你叫人直接把我扛坑里，填上土就行。爹，继续保持你这无敌的心态，还有路边的女人不要信，更不要捡哦，不然有可能既要钱又要命。懂，闺女儿放心，没人能从我兜里骗走1个铜板，当然除了我自愿给出去的。父女俩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，有时骡子还会耍点小脾气，不过通常是威胁一顿就可以了，不是什么大事儿。有可能是他们只有父女俩，看上去势单力薄，这不就被土匪盯上了？此树是我栽，此路是我开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这扛着锄头出来打劫的，长安还是第一次见。反正这一看就不是专业土匪，有可能是冬天出来搞副业的。是好是恶，长安不予评定。当然也不会觉得他们看上去可怜就给钱，他们自己还想着去抢一波呢。顾老六没有废话，连骡车都没有下，几鞭子抽过去，把拦路的人都抽开，没有停顿的离开。土匪们都懵逼了，怎么不按套路走呢？老大，追不？打不过，不追。明县城墙高耸，守城兵拿着长枪矗立在城墙之上，城门紧闭，城外有稀稀落落的难民搭起的防风棚等待安置。长安和顾老六停在城外的树林里，没有往城门口凑。爹，这不让进城可咋办？又不是非得走城门才能进城。你不走城门空降吗？还是爬墙？这么高的城墙你能爬得上去吗？别急，等天黑了，爹就带你进城。行吧，你是爹，听你的。闺女儿，你先在这里休息，我去就回。顾老六话落，人就没影儿了。长安忙猜他是去了探路，他确实是去探路了。
先去看了前面城墙守卫，发现没有空子可钻，然后去了城墙右侧，侧面角落有个盲区，只要不闹出大动静就不会被发现。顾老六在城墙下来来回回地走，城墙上的守卫自是发现了他，一直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，然后发现他只是走来走去，像是在散步一样，举着的弓箭放下，不过还是一直盯着他，一旦他闹事儿就准备射杀，确定了右侧盲区可以进城，他就消失在了转角。父女俩等到晚上，这黑沉沉的夜晚，一颗小星星都没有，真的非常适合干坏事。闺女儿，把车厢收起来，骡子拴在这里好了。会不会被别的难民偷走，全凭骡子自己的运气。空间除了长安自己能进去，其他任何活着的生物都不可以收进去，这着实不方便。长安召唤了好几次那个谁，想让空间升个级，但是没人搭理他。他们在小镇的时候就提前准备好了夜行衣，换上衣服，悄悄来到下午顾老六踩好点的地方。顾老六让长安拿出一圈绑好了铁钩的麻绳，拿着铁钩端用力一甩，铁钩勾住了墙墩。他用力拽了拽，确定结实，这才背着长安运起轻功，借着绳子着力飞跃而上。下城墙时也是如此，深夜的街道只有打惊人的敲金声。顾老六一直背着长安没有放下来，他也没有走寻常路，背着长安飞跃在各家的屋顶上。打金人不经意地抬头看了眼，一道黑影从头顶闪过，他抬手揉了下眼睛，什么也没有。父女俩对凌云县不熟悉，这人生地不熟的，要找郡守府有点难。爹，往最大最豪华的府邸找。这乌漆麻黑的，我哪知道哪里的府邸是最大最豪华？官员府邸一般都会建在哪个方位？宜州县的应该是在东边。以我们现在的方向，爹你该是往左走才是东，那你往右走干什么？经历一个时辰的寻找，他们找到了花柳街，找到了小酒馆，也找到了富商的府邸。就在长安想说要不在城里找间客栈先住下，明天才好点再行动时，他们终于找到了郡守府。他不在城东，好家伙，他见到城西去了。顾老六带着长安小心避开巡逻的府兵，找到一处守卫最多的地方。守着的人越多，说明里面有宝贝。他在怀里掏了掏，掏出一个纸包。闺女，捂住口鼻，我点燃这个纸包的时候，你先屏住呼吸。长安听话照做，看着顾老六掏出火折点燃，淡淡的烟雾飘散出去，守在院子周围的府兵一个个倒下去，直到纸包上的白色粉末燃尽，那些人全部被放倒。这处院子不仅外面有守卫，里面也有。顾老六走在前面，长安随后跟上。他出其不意，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完院子里的守卫，包括蹲房梁上的那俩都没放过。蹲房梁上的那俩就直接嘎了，这两个应该是郡守的暗卫，留不得。顾老六用剑劈开房间的锁，里面就是间寻常的房间，普通的不能再普通。这郡守的脑回路果然非常人，外面一堆人守着，还派了暗卫在这儿，一群人守着一个普通的院子，一间普通的房间。只要不傻的都知道这房间有猫腻。父女俩开始到处找机关。长安想到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过的机关在书架或是画的后面，然而并没有，最后只剩下床榻那里没有找。父女俩掀开被子掀床板，也没有。长安暴脾气地踹了一脚床头，然后便听到咔嚓咔嚓的响声。顺着声音看去，床底下的大块地板往一边移开，渐渐露出一个井口大小的入口。他与老六爹对视一眼，顾老六拉住长安，他走在了前面，顺着阶梯往下走，下面是一个非常大的地下室。顾老六扔了几个铜板出去，等了几息时间，没有机关暗器类的东西。地下室里整齐划一的都是同规格的大木箱子，少说也有200多箱。
顾老六打开最前面的箱子，全是摆放整齐的银锭子。他拿起一锭，翻转过来看了一下，底部是当地钱庄的标识，朝廷的官银都是有朝廷的标记，而门阀世家或是大商贾家里的银子也是有家族标识的。比如江南的江家，他们家的银锭子底部有江家的家徽。平民百姓用的都是碎银，就算家里有银锭子的，那也是有钱庄标识。郡守一年的俸禄有多少，顾老六不知道，但他知道这地下室的银子肯定来路不正，而且是官商勾结，有钱庄专门为郡守洗银钱。一箱可装1000两，长安粗略数了一下，银锭子有120箱，金锭有100箱，还有各种上等的珠宝玉器。长安没有去估算它们的价值，只是挥手全部都收进了别墅空间，放得满满当当的地下室一下就变得十分空旷。爹，这里应该只是其中一处藏银子的地方。没错，应该还有大库房。还有时间，我们再去找找。父女俩悄无声息地离开这处院子。兜兜转转又找了半个时辰，很好，没找到。巡逻的护卫已经发现了那个院子外面晕倒的人，并惊动了郡守。整座府邸人影攒动，在找刺客。长安和老六跌躲在一处刚建好一半的院子里。顾老六看了眼长安，一把拎起放到背上，快速闪了出去。出去后找了处相对华美的院子，院子里没有灯火，应该是还没有人住。顾老六取出火折子，把它给点燃了。看它烧起来，顾老六立即背着长安离开。走水了！走水了！正在找刺客的人又被这一声给召唤了过去。郡守府兵荒马乱，顾老六趁乱离开了府邸，紧随他们出来的还有一队人马。当然人家是走的正门，光明正大的出府，他们是偷偷摸摸的离开，而且不能发出丁点声音。爹，快走，动静闹得这么大，说不定等会儿就会全城搜捕。好，抓稳喽！顾老六唰一下飞出去，长安只觉得这呼呼的寒风快要把他冻成狗了。确实如长安想的那样，郡守看在府里没有抓到刺客，想着说不定刺客已经趁乱跑了，所以命人出府全城搜查。街边的店铺、客栈、酒楼全部都被郡守府的府兵砸门砸得哐哐响，就连普通百姓家里都被他们给薅了起来。途中要不是顾老六藏得快，差点就被发现。他们趴在一户普通百姓家的屋顶上，等那些人走出巷子才起身离开。好不容易跑到城墙边，郡守府的人竟然也来了，而且城墙上的人多了1倍。哎呀，以前看小说，人家女主偷东西偷得贼顺利，咋到我这儿都反着来？他们还是来到进城时的那个角落，不过很不幸的是，就算是个视觉盲区，那里也已经站着个人在守着。完蛋！完蛋！顾老六背着长安躲在暗处，他们穿着夜行衣，与黑暗融为一体。不知等了多久，终于等到那人离开，但他们没有马上行动，然后又等了半刻钟，这个角落还是没有人过来，这才麻溜地翻墙出城。骡子还在原地等着他们，没有被偷。爹，要不你教我轻功，以后搞事情的时候我也能自己跑。你确定你能学会吗？你小时候有学过，不过你连内功心法都背不全，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。顾老六一言难尽地看着长安，他就没见过记忆力这么差的，记忆力跟鱼似的，背完后半部分，前面的又忘记了。总之就是背一半忘一半，从来就没背全过。那时应该是太小了，哎，你就说教不教吧。人家小长安学习的时候才3岁，这又不是背书，死记硬背就算过关，他得融会贯通。教，快把车厢拿出来，我们先连夜离开这里。第一次做贼，心里有些不踏实，
顾老六想早点离开这里，不然他总觉得心虚。这乌漆麻黑的怎么走？黑黢黢的夜里突然亮起一只火把，目标不要太明显，举着火把连夜跑路，你这不就是告诉他们郡守府是我们偷的了吗？反正离天亮也不远了，就明天天一亮再走吧。长安拿出车厢，然后自己又进空间换了身衣服。顾老六也在外面把夜行衣换下。他们等了1个时辰，天蒙蒙亮时，稍微能看清路就离开了这儿。还好他们跑得快，那个看到过顾老六在城墙下转悠的守城兵，因为昨天晚上换了班，又因为别的原因，就没能及时上报。今天一早上职，就把昨天傍晚看到的疑似行为异常的男子上报给了上司。然而上报的太迟，人早跑没影儿了。然后顾老六的画像就出现在了郡守府。这画像画的不能说不像，只能说是完全是2个不相干的人，与顾老六本人没有一点相似之处。方脸大圆眼，颇有种怒目圆睁的意思。拿着这张画像去找人，保守估计天下一统的时候，他们都不一定能找到真人。长安和顾老六为了少走弯路，就开始问路了。因为他们还在玄兔郡的范围内，很荣幸的在路过城镇时看到墙上贴着的通缉令，旁边还有悬衣护卫守着。爹，这是要抓你的。顾老六没有什么情绪的看了眼画像，不是，这画像看上去就是个似人的东西，他长得俊美无双，抓的肯定不是他。长安觉得郡守府里的画师也是个人才啊，这玄兔郡若是有冤假错案，肯定与那画师脱不了干系。顾老六平静自如，毫不心虚地交入程飞进城。他也就是刚从郡守府出来的时候心虚了一下，后面就想通了。他们偷的又不是好人家，他心虚个鬼啊！守在城门口检查的人就这样亲手把通缉犯放进了城而不自知。父女俩坦坦荡荡地招摇过市，他们不需要补给物资，所以便没有在城里停留，只是路过。其实也并非一定要进城，走小路也可以。但长安怕又走错路，想想还是走官道更靠谱。在玄兔郡范围内到处贴的是通缉令，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能抓到正主。父女俩堂而皇之地离开玄兔郡地，越往北走，天气越冷，地面上的积雪也越厚，走起来比较困难。他们在一个叫风华镇的地方停留了下来，在镇子的边缘地区租下一个小院子，准备等来年开春再走。距离明年春天也就2个月的时间，他们已经在路上耽搁了够久了，也不在乎多耽搁2个月。土墙茅草顶的房子，一间大房间分成2间，外间是灶台，连接着房间里的大坑。长安看到火坑，差点跪下谢祖宗。终于看到了冬天的希望，他还以为这蛋疼的世界不会有这种必备神器呢，原来是他想象力不够大胆。坑的中间，长安放了2个木箱，顾老六又用一块粗布拉起帘子，把坑隔成了2个空间。猫冬期间，长安正式修炼内力。他以为自己很聪明，其实也就只是他以为。吃苦耐劳，那是说的别人；冬练3九，夏练3伏，那是说的老六爹。即便是在逃荒路上，他也没有一天落下。磕磕绊绊的，长安终于在1个月后修炼出了内力。不过，就这点若有若无的内力，他也飞不起来。有事儿可做，这猫冬的日子倒也不会无聊。长安是个匠种，越难做到，他就越想做好。天赋不行，努力来凑。然后他便开启了沉浸式练功模式，谁也别想打扰他的那种。这天，顾老六独自在清扫屋顶的积雪，隔壁一大婶毫不客气地叫他帮他把屋顶的雪清一下。哎，小兄弟，过来帮我把屋顶扫一下。顾老六只当作没听见，扫完自家的就回屋里了。大冷天的不适合做好人好事。隔壁是个寡妇，不过她有儿有女，怎么着也轮不到她去帮她扫雪。更何况寡妇门前是非多，冬
冬天的白天似乎很短暂，早早的就天黑了。长安点亮自制的冰灯，父女俩围着炉子吃得畅快。屋外冰天雪地，屋内暖意融融。这顿晚饭吃得有点久到家里来了意外来客。听到院子里砰的一声响，不过声音不大，至少长安听得不太真切。闺女儿，你待在屋里别出来。顾老六拿起放在一旁的金箔擦了擦嘴，叮嘱长安别出门。他甩了下衣袖，划出一把短剑。他拿着剑小心走出门，然后又谨慎地把房门关牢。下午刚清过积雪的院子里倒着一个人，夜色太暗，看不清样貌。顾老六吸吸鼻子，那股血腥味不是错觉。他走近那人，血腥味更浓重了些。喂，还活着吗？顾老六抓起那人的脚就要往外拖，只是没走2步，昏迷的人竟然醒了。救我！不救，既然你醒了，我就把你放到门外，你自行离开吧。只是他离开时，裤脚被那人死死拽住。别看他一副随时要嘎的样子，没想到还有力气拽住他，裤子都差点要被他给拽掉下来。男人用尽全身的力气哀求：求求你，会报的。顾老六蹲下身掰他的手，连声拒绝：不要，快放手啊，不然我就要砍断它了。男人没有听，他从怀里拿出一个东西给顾老六。顾老六没接，不过他看清了那东西的样子，是一块玄铁令牌，上面还刻着一条栩栩如生腾飞的龙。除了童老给他的那块玉牌，这是他第2次见到关于龙的东西，这本该属于皇家。他马上就联想到了在破庙里吃到的瓜，童老的那个玉牌是祖传的，而且也与那圣三公子不在同一年龄段。那么这人应该就是那群黑衣人要找的圣三公子。顾老六当机立断，这人不能死，最起码现在不能死。圣三公子死也不愿意把兵符交出去，就说明那人不值得托付。松手，我救你。他不知道这块兵符能号令多少士兵，但他知道目前不适合落入任何人的手里。就他们一路上听到的，目前那些所谓掌权者就没一个把百姓放在心上的。大多百姓还在逃荒途中，一旦发生战争，所有人都没有活路，而他们自己也还没有安定下来，谁能说得准战事不会波及到这一边呢？最起码现在还有表面上的平静，虽然百姓依然活得艰难，至少还有活路。各地掌权人士势均力敌，一旦这块兵符落入其中一方手里，那么战事必定即刻爆发。顾老六把男人带到一处黑暗的死角。你先坚持一下，在这里等一下我。他愿意救他，但是不可能带到家里去。他现在要回去清理院子里和门口的血迹。当然，若是那圣三公子坚持不住无了，那也只能说明他命该如此。圣三公子就没见过这样救人的，他都重伤快死了，能不能分清楚轻重缓急呀？半刻钟后，顾老六才返回来。圣三公子已经看到他太奶在向他招手。顾老六没有自己救治，他不会，别救死了。他扛起圣三，狗狗碎碎的找到一家小医馆，一路上提心吊胆，就怕与找圣三的人撞上。小医馆的大夫被顾老六吓得手脚发软。快去找一间僻静的房间。剑架在大夫脖子上，把凶狠恶霸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大夫照办。顾老六放下圣三，又对大夫威胁一顿，让他静心给圣三治伤，然后他才离开。走之前还把他们来这里的所有痕迹都清除掉了。巧的是，他刚回到巷子口，就与正好找到这边的人碰上，还是那算得上熟悉的一男一女。双方再次相对无言。还好顾老六早有准备，特意绕路去小酒馆打了一壶酒。他淡淡收回目光，拎着酒壶晃晃悠悠往家走，身上还有浓郁的酒香味。男女对视一眼，然后看着顾老六进了巷子第4家的院子。他
他们带着人在别家挨家挨户的找，闹得整条巷子鸡飞狗跳。找到顾老六的院子时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敲响了门。相比起去别人家如入无人之境，这会儿倒是礼貌多了。顾老六打开院门，似笑非笑地看了两人一眼。有事儿？食物的香味飘进那些人的鼻子，突然有人的肚子咕噜叫了两声。这当然是顾老六故意的，他刚才把房门打开，让火锅的香味飘出院子，而现在房门也没关上。肚子咕噜叫的那人尴尬得恨不得把头埋地里去。女人若无其事地说道：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顾老六点点头，冷漠地关上院门回屋里。不过他没有立即把门关上，就让火锅的香味再飘一会儿吧。巷子里，男人问女人：雨玲，怎么不找了？不在这里。男人不解，这找都没找，怎么就知道不在呢？先不说人是不是他救的，他是和我们一起从外面回来的，就算是他救的，现在人也不可能在他家里。若圣三是那人救的，那人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打酒，更何况他们来这儿的速度也不慢。一行人疲惫地离开巷子，去了下一个地方搜查。听到他们离开，顾老六关上房门。长安早就吃饱了，坐在一旁烤火。顾老六火锅配酒，吃得停不下来。爹，说一说你刚才干什么去啦？送一个重度伤员去了医馆。什么人啊？你别揪了个麻烦才好。确实是个麻烦，所以我才送他去医馆。刚才那些人就是要找他的，他们要找的那个人叫圣三，10年前京城将军王府里的三公子，他身上有块兵符，那些人找的就是那块兵符。所以你刚才救的就是那个圣三？应该是，他把那块类似兵符的东西拿了出来，他想给我作为报酬让我救他。什么？长安惊得跳了起来，顾老六立即安抚：哎呀，闺女儿，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，我没要，我把他送到医馆我就回来了。那就好。长安听到没拿，顿时松了口气。我没兴趣要这天下，这种累死人的活还是留给别人干吧。被他送到小医馆的圣三，大夫给他包扎好伤口，又熬了药给他喝下，忙活到后半夜，可把大夫给累惨了。天快亮时，圣三发起了高热，惊得大夫又是好一顿忙活。不知道是圣三运气好还是咋的，岳灵他们在镇上找了3、4天，愣是没有找到那个小医馆。圣三也安稳地在小医馆里休养了3天，因为伤得太重，一直躺在床上，由大夫亲自照顾。长安和顾老六的生活依旧平静无波，都沉浸在练功的乐趣中。半个月过去，长安发现他也能飞了，不过只能从地面跳上屋顶，也就仅此而已。这无疑是个好的开始，他修炼得更加勤奋了。就像打游戏，打了许久突然通关了，然后就想看看下一关要多久才能通过，然后就越打越上瘾。2个月的时间匆匆而过，就在他们收拾好行囊准备再次启程时，圣三来了小院找顾老六。从外面走进来一个剑眉星目，脸色还带着病态苍白的男人，年纪要比顾老六年长些，应该到了而立之年吧。既然人家找过来了，顾老六也没有把他赶出去，他能在白天光明正大的出现在这里，那就是追杀他的那些人离开了小镇。屋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只有房东留下的2张瘸腿的凳子。圣三不在意的摆摆手：不碍事，我是来感谢你的，说2句话就走。一大一小看着他，像是在说你说我们听着。他轻笑一声，从袖袋里拿出一个袋子，还不小，沉甸甸的。顾老六接过来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银锭子，还有3、4张银票。他没有拒绝，毫不客气地收起来，就当是用这些银子抵了那救命之恩好了，以后不必再有牵扯。见他收下银子，圣三再次拿出那块玄铁令牌。我观你不凡，也是个聪明的，你是看到这块令牌才愿意救我，想必
是猜到这是什么了。那些人要找的就是他，一块能号令30万大军的兵符。现在天下大乱，群雄揭竿而起，若你也有这个野心，他可助你成事。你放心，他们已经知道兵符不在圣三手里，不会找到你这儿来。找我的人是陈将军之子陈素，他不是个值得相交的人。若是以后你们遇见此人，可千万不可轻信。瞧我说的，这一南一北的你们也碰不到。兵符你拿去，就算不想去争这天下，也可助你建功立业。本来这是要给一个故人的，可惜他不在了，留在我手上也发挥不了他的作用。顾老六满脸警惕地看着他，一副你休想害我狗命的样子。你已经给银子了，这恩算是还完了。你手上那玩意儿你自己留着，打天下那么累的活我才不干呢。圣三被他的反应搞懵了，几息过后又反应过来，哈哈大笑起来，笑着笑着就流出了眼泪。看，天下人不是谁都想要这权势。见顾老六是真的不想要，圣三张张嘴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。半晌后，他拱手告辞，兵符他收入怀中，慢慢离开这座小院。父女俩目送他有些悲凉的背影消失在转角。他们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让陈素的人相信兵符不在他手里的，不过他们也不想知道。天下那么大，或许不会再有相见的一天。既然不想参与这天下纷争，就不必自寻烦恼。他们套好骡车，走上属于他们的路途。